我们今天来深入聊聊一个你可能特别关注的领域哦。如果你在研究 AI，特别是自动驾驶，可能很快就会碰到一个蛮棘手的难题耶。恐怕是的诶，就是那个训练 AI 常常需要的像素级标注工作。对，这个真的是一个巨大、昂贵，而且坦白说相当磨人的一个瓶颈哦。嗯哼，想象一下，要有人替影像里每一辆车、每一个行人，甚至每一根小小的电线杆，去画那个精确的轮廓线。这个过程不止繁琐了，也是你提供的资料里面讲得很清楚的，这就是阻碍这些先进感知系统大规模应用的主要障碍。这点在那些特别复杂的城市驾驶场景里面，尤其明显，对吧？确实，像是 Cityscapes、CamVid 或者更难的那个 Wild-2 资料集，都充分反映了这种复杂性。那这些场景挑战性具体在哪里啊？除了物件很多之外，首先是一个巨大的尺度变化。你可以想象影像里可能同时有远方一个几乎看不清楚的小交通号志，但同时又有占据大半画面的路眼啊，大小差很多。对，两者对自动驾驶系统的理解都很重要，可是尺寸真的差很多。那除了尺度，还有哪些视觉上的挑战让这些场景这么难搞？物体重叠是一个大问题，车子啦、行人啦、骑脚踏车的常常互相挡道。再加上那个类别不平衡，这个问题很严重。可能70%的像素都是路啊、建筑啊，但是那些只占画面0.1%的行人或者是交通号志，反而才是安全驾驶的关键。了解。所以过去有些方法试着要降低成本嘛，像是所谓的弱监督语义分割 WSS。对，只用比较粗略的标签，像是说标注整张图有车。没错。WSS 的初衷就是用比较便宜的标签来训练模型，但这些方法在处理我们刚才讲的那个程式复杂性的时候，效果往往就不太理想。为什么 WSS 在这方面会卡关呢？传统的 WSS 方法很多是基于一种叫做类别活化映射，就是 CAM 的技术。那 CAM 比较倾向只关注物体最明显、最有代表性的部分。比如说车子的正中间。对对对，就是说它能找到最像车的那一块像素，但对于那个精确的边界啦、小物体啦，或者被挡住一部分的物体，就比较没办法了。原来如此。所以 CAM 产生的结果常常会忽略掉边缘的细节，然后对于那种细细长长的电线杆或是复杂的交通标志处理得很差。正是如此，在很挤的城市街道上，如果没办法精确判断车道线，或者漏掉重要的行人，那后果真的不堪设想。所以虽然用完整像素标签的全监督方法准确度很高，但那个成本实在是太高了，限制了应用。成本真的天文数字。而 WSS 虽然省钱，但是在要求高精度的驾驶场景，它的准确度跟全监督方法比起来就有很明显的差距。好的，这就带到了我们今天要深入探讨的主题了。我们要来看一种试图弥补这个差距的新方法，叫做双重先验学习，简称 DPL。对 DPL， 而且它的目标还蛮宏大的哦。只用那些成本很低的影像级标签，然后就要达到顶尖的语义分隔准确度。它的核心概念我觉得非常巧妙，它整合了两个现有的很强大的 AR 模型，就是所谓的基础模型，然后让他们在同一个训练流程里面一起工作，提供互补的知识。听起来像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但是用了一种更聪明的方法来整合他们的力量。可以这么说。我觉得这其中真正有趣的一点是 DPL 展示了一种可能性，怎么样有效利用那些由大型研究机构开发，在超多数据上训练出来的基础模型，像是 Clip 还有 SAM。 对，然后把他们的能力应用到这些很混乱很复杂的现实世界问题，同时又可以避免继承他们那个庞大的计算负担，也避开了过去WSS 方法那种分阶段组合不同模型的时候很容易累积误差的问题。好，那我们来仔细看看 DPL 是怎么运作的。
它所谓的双重鲜艳具体是什么？DPL 的核心思想就是把知识外化，利用现成的模型，提供2种关键而且互补的鲜艳知识，来指导那个主要的分割模型。好，那第一个用来理解这是什么的鲜艳是哪一个？第一个是语义鲜艳，这个是来自 CLIP 模型，就是那个对比式语音影像预训练模型。CLIP 我知道，就是那个能够理解影像和文字描述之间关联的模型。正是因为 CLIP 在几十亿的图文对上训练过嘛，所以他对各种概念有一个非常稳健的高层次理解。他知道汽车大概长什么样，跟卡车或脚踏车有什么不一样，即使在不同光线角度下，他也能识别。所以 CLIP 就为 DPL 提供了关于这个是什么物体的语义智慧。了解，所以 CLIP 来的语义理解负责是什么？那第二个鲜艳呢？是处理物体轮廓的吗？对，第二个是边界鲜艳，这个是来自另一个很有名的基础模型 SAM， 也就是分割一切模型。SAM， 那个可以精确画出影像里几乎任何物体轮廓的模型，确实引起了很大的关注。没错 ，SAM 在超过10亿个分割遮罩项训练出来的，它的专长不是辨识物体是什么，而是非常精准的知道物体的边界在哪里。它提供的是几何上的精确度，还有对物体轮廓的感知，就是处理物体在哪里以及形状有多清楚的问题。所以 CLIP 提供意义 ，SAM 提供形状，一个管语义，一个管空间。这个总结很到位。而 DPL 的创新之处不只是单独用其中一个模型，以前也有人试过，就是离线用 CLIP 或 SAM 产生一些伪标签，然后再用这些标签去训练分割模型。但是那样做的话，那些伪标签本身的错误或是不确定的地方，不就会传到最终的模型里去了吗？没错，这就是分阶段处理可能导致误差累积的问题。DPL 厉害的地方就在于，它把 CLIP 的语义理解，还有 SAM 的边界感知这2种优势，直接整合到一个单一的端到端的训练回圈里，让他们在训练过程中可以实时互动，互相补充。这种端到端的整合听起来很强。那在技术层面上 ，DPL 是怎么实现这种整合跟协同作用的啊？研究论文把它拆成3个主要部分，对不对？对。DPL 主要有3个一起工作的关键组件，共同来管理这种双重鲜艳的整合。好，我们来一个一个看。第一个组件听起来跟处理语义和尺度有关。是的，第一个是语义文本感知多尺度感知 SMTP。这个名字虽然有点长啦，但它的目标很明确，就是应对我们之前提到的城市场景核心挑战。那个巨大的尺度变化，还有可能的语义混淆。比如说，远远看到那台到底是箱型车还是小巴士，很难分。那他怎么处理这种尺度变化跟语义混淆呢？他用了一个标准的视觉骨干网络，像是 ResNet50， 然后通常会搭配一个叫 ASPP 的模组。你可以想象它像是有不同焦距的镜头，能同时抓到影像的近景和远景细节。用这个来拿到多尺度的视觉特征。好，抓多尺度视觉特征这部分听起来，还算比较常规的操作。那文本感知的亮点在哪？亮点在于 SMTP 不只是看视觉特征，它还把这些视觉特征直接跟来自 CLIP 的文本嵌入 Text Embedding 进行融合。等一下，文本嵌入。你是说模型在做分割判断的时候，实际上用的像是汽车、行人这些词本身的语义讯息，这具体是怎么做到的啊？这个真的很有趣哦。模型学习的目标不再只是把某些视觉模式跟一个抽象的汽车标签连起来，反过来，它是直接用从 CLIP 语言理解能力抽出来的汽车这个词的语义嵌入向量。直接当作判断这个项数是不是属于汽车这个类别的分类器权重。哇，所以词语本身的意义直接变成引导视觉判断的一部分了。正是如此，这就提供了一种更稳健的语义指导。就算一个物体因为被挡住或是角度问题，视觉特征变得模糊
但是 Clip 提供了关于汽车这个概念的语言信息是相对稳定的。这就好比旁边有一个语言专家不断给视觉分析系统提示，帮助他区分那些视觉上可能很像但语义上不同的物体。这个比喻很贴切。所以 SMTP 透过融合文本信息来强化语义理解，也处理尺度变化。但只靠影像级标签来学，模型预测的不确定性应该还是个问题吧？的确，模型可能对影像的某些区域很有把握，像是大片天空，但对其他区域就可能非常不确定，比如远处模糊的物体。这就带出了 DPL 的第二个关键组件。那它是怎么处理这种预测的不一致性，还有我们前面提到的类别不平衡问题的？这就是双区域学习机制发挥作用的地方。它动态地把影像里的像素分成两类，来进行差异化的学习。哪两类区域呢？这个机制会去比较分隔模型当前的预测结果，跟利用 Clip 的强语义理解生成的伪标签。基于这个比较呢，像素就被分成第一类，是一致区域。这些区域的模型预测跟 Clip 的判断高度一致，比如说大片的道路啦、天空啦、建筑物。这些区域提供的监督信号相对可靠，质量比较高。第二类是不一致区域，在这些区域，模型的预测跟 Clip 的判断有分歧，或者说 Clip 本身对这些区域的判断也不太确定。这些通常就是难点所在，比如小物体、模糊的纹理，或是处于尺度变化临界点的物体。好的，所以区分了可靠区域跟困难区域。但如果只是平等对待这两者，那些面积很大的一致区域，像道路，不是会主导整个学习过程吗？这样模型不就偏重于识别常见类别，忽略了像行人这种少见但关键的类别吗？这正是传统弱监督学习的痛点嘛，也是双区域学习机制要解决的核心问题。DPL 在这里用了一种自适应的权重平衡策略。论文里用一个动态变化的参数 lambda low 来表示。像是一个可以自动调整的学习焦点旋钮。可以这么理解。系统会去监控来自不一致区域的那个损失，也就是预测错误的信号。如果模型在某个特定类别上，比如说自行车骑士，错误率突然升高，系统就会自动调高对这些不一致区域错误的关注度，也就是提高这些区域损失的权重。所以它会动态判断，现在识别自行车骑士遇到困难了，我要更集中精力去修正这方面的错误，即使他们在画面里只占很小一部分。完全正确。这种机制有效地平衡了学习过程，防止常见类别淹没掉稀有但关键的类别，并且动态地把学习资源聚焦到当前最需要改进的地方。而且这种双区域学习不只用在整张影像，也用在随机切下来的局部小块 local patches 上。这对于处理像 cityscapes 那样密集又变化多的城市场景非常重要。理解了。STMP 负责语义和尺度，双区域学习负责平衡和聚焦。那第三个组件就是专门来搞定边界了，对吧？没错，第三个组件是 SAM 边界监督。它的目标就是要拿到那些超级精确的物体轮廓，尤其是对付那些形状很奇怪、细细长长的物体，像是电线杆呐、交通标志牌啊、栏杆啊等等，这些都是传统 CAM 方法的弱项。但是 SAM 模型本身不是非常庞大吗？直接把它整合进来，不会让整个系统变得很笨重、很慢吗？这正是 DPL 工程设计上的精妙之处。SAM只在训练阶段被使用，当做一个外部的指导老师啊，只在训练的时候用，那它是怎么指导的？在训练过程中 ，SAM 会针对输入影像生成高质量的边界预测遮罩，然后呢，主要的分割模型不仅要学正确的语义分类，还被额外要求去学习，让自己预测出来的物体边界尽可能的跟 SAM 提供的精确边界对齐。所以 SAM 就像一个临时的几何导师，就让导师在旁边说，你画的这个交通号志轮廓有点歪哦，看看我的标准答案，让你的尽量向我靠拢。这个比喻很形象，而且这位导师的影响力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它有另外一个动态权重 WT 控制，遵循一种课程学习的思路。也就是说，在训练初期，当模型还在学习基本的形状跟轮廓时， SAM 的边界指导作用会比较强。然后随着训练进行，它的影响力会慢慢减弱。对，逐渐减弱。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模型过度拟合 SAM 边界预测里面可能存在的一些小小的噪声或瑕疵，并且在训练后期让语义理解有机会来主导，还有平滑最终的形状预测。最关键的是部署阶段。对，在实际推论阶段，也就是模型真正在自动驾驶系统里面跑的时候， SAM 这个临时导师就被完全移除了，它功成身退了。这确实很聪明诶，在训练中借用了 SAM 10亿级参数带来的精度，但是在部署时却不用承担它巨大的计算成本。那最终模型的推论速度怎么样呢？根据论文报告在 V200S GPU 上的速度大概是每秒 2.8 人份 FPS。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 DPLO 引入了更复杂的双重显眼架构，但这个速度跟之前的顶尖 WSS 方法 CARB 基本上是持平的。好的， 2.85 FPS。 关于速度我们等一下再深入讨论，但首先我们必须谈谈成果。因为像这样巧妙的融合 CLIP 和 SAM 带来的提升，应该不只是微调吧？绝对不是微调，论文展示的成果相当惊人。评估语义分割性能，我们通常看那个平均交并比 MIOU， 它衡量的是模型预测的物体区域跟真实区域的重叠程度。分数越高，表示预测越准确。对，跟之前表现最好的 WSS 方法 CARB， 它主要是着重在改进单一模型的视觉特征提取。DPL 实现了巨大的飞跃。那些提升的数字是多少啊？在 Cityscapes 资料集上， DPL 的 MIOU 提升了 19.7%， 在 CanVid 资料集上提升幅度更是达到了惊人的 25.0%。 其实在以困难招称的 Wild-2 资料集上也提升了 17.0%。 哇，提升20%到25%，这听起来不像是一般的改进，更像是一个阶段性的突破。的确是这样，你可以想象 MIOU 提升这么多，在实际应用中意味着什么？更少的漏检，对行人啦、骑脚踏车的啦这些安全关键物体有更精确的定位和轮廓描绘，这直接关系到自动驾驶系统的安全性和可靠性。而且 CanVid 资料集上还有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结果，是关于 DPL 跟全监督方法的比较。是的，这可以说是 DPL 方法的高光时刻。在 CanVid 验证集上，只使用影像级标签训练的 DPL， 它的 MIOU 达到了 80.7%。 而作为对比，使用昂贵的像素级完美标签训练的全监督基准模型 DeepLab ResNet 101， 它的 MIOU 是 81.6。 等等，两者只差了 0.9 个百分点，这几乎让人难以置信。只用便宜的标签，准确度就跟烧大钱的全监督方法只差不到1个百分点，这完全颠覆了过去的成本效益考量吗？完全正确，这有力的证明了，透过巧妙利用基础模型的先验知识，真的有可能在大幅降低标注成本的同时，达到近乎全监督的分割准确度。这对整体领域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鼓舞。这真的凸显了有效整合先验知识的威力。那 DPL 对于那些特别难处理的小物体或是复杂类别表现怎么样？这正是 DPL 协同作用的体现。STMD 的多尺度处理能力加上 SAM 精确的边界指导，使得 DPL 在处理困难类别时表现特别突出。例如在 Cityscapes 资料集上，电线杆这个细长物体的类别准确度提升了 35.4%。 对于骑士，包括骑自行车和摩托车的这类复杂目标，准确度也提升了 34.6%。 这些正好是传统 WSS 方法最头痛的类型，看来 DPL 确实攻克了一些长期存在的难点。那视觉化的结果呢？论文里的图片能印证这些提升吗？是的，论文中的视觉化结果，图6、图7非常有说服力。跟 KIRB 比起来， DPL 的分割结果在密集人群、远距离的行人或骑士，
以及近距离有遮挡的物体上，边界都更清晰，个体之间的区分更好，像交通标志这样的细节也更精确。特征图图8也显示 DPL 的特征响应更集中，语义更明确，尤其在物体边界和小物体区域，而 KIRB 的响应就相对分散。还有一个特征聚类的图，对，特征聚类图图9用一种叫 T-SNE 的技术把高维度的特征视觉化出来，也显示 DPL 提取的特征确实是同类别的更聚集，不同类别的更分散，这就表明模型学习到了更具判别力的特征表示。好的，成果令人印象深刻啊，但没有哪个系统是完美的嘛。我们也需要谈谈 DPL 的局限性，来源资料对于它仍然面临的挑战态度也相当坦诚。确实如此，尤其是在应对那个恶劣环境条件方面，论文的图11就展现了这一点。所以虽然 DPL 在标准的城市驾驶场景中表现出色，但在极端天气或光照条件下，比如大雨、夜晚或者强烈眩光时，它的性能会有所下降。是的，在这些 Well-2 资料集常见的恶劣条件下， DPL 的性能下降可能相当显著。为什么会这样？如果 Clip 和 Sam 的先验知识那么强大，为什么下大雨会有眩光，会对他们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啊？关键在于恶劣的视觉条件会同时削弱 DPL 所依赖的2个先验。是这么说？想象一下，强烈的眩光，它会让影像的某些区域过曝或产生光晕，导致视觉特征严重退化。这首先就损害了基于 CLIP 的语义先验。CLIP 可能突然没办法分清楚远处的自行车骑士跟行人，因为重要的细节在眩光中不见了。理解，视觉输入变差，语义判断就可能出错。与此同时，同样的视觉退化，比如对比度降低啦、噪声增加啦、边缘模糊啦，也严重影响了基于 SAM 的边界先验。SAM 需要相对清晰的边缘信息，才能画出精确的轮廓。在大雨滂沱或光线昏暗的夜晚，像电线杆或路牌这种小物体的边缘会变得很模糊，SAM 的判断也会失准。啊，原来是这样。所以正是那些降低语义理解能力的条件，同时也削弱了精确定位边界的能力。原本互补的2大优势，因为基础的视觉输入品质同时变差，就双双失效了。说的没错，当视觉输入变得足够糟糕的时候，这种协同效应就会被打破。这是 DBL 目前一个已知的关键弱点。这很有道理。那速度方面呢？我们提到了大约 2.85 FPS， 这对于研究来说可能还不错，但对于需要在高速公路上实时反应的自动驾驶汽车来说，这确实是另外一个重要的考量点。虽然以 DPL 这样相对复杂的模型架构能达到这个速度，在研究层面已经不容易了，但要满足真实世界自动驾驶，特别是高速场景下的实时性要求，通常希望达到至少2位数的 FPS， 甚至接近30 FPS。目前的推论速度显然还不够快。所以要将 DPL 真正部署到量产车辆上，还需要大量的工程优化工作。模型减脂啦、量化啦，甚至可能需要专用的硬体加速器才能满足严苛的实时处理需求。关于计算成本表8 ，DPL 的训练时间 52.7 小时 vs 50.4 小时，和记忆体占用 6.8G vs 6.2G 比 Cobb 略高，推论速度相似 2.85 vs 2.89 FPS， 但记忆体占用稍高 6.65G vs 4.13G。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虽然 DPL 的总参数量看起来大很多 788.6M vs 147.5M， 但那个可训练参数数量是相同的 147.5M， 增加的参数主要是来自训练时用的 SAM， 而 SAM 在推论时已经被移除了，这说明它在计算效率和准确度之间取得了一个还不错的平衡了，但实时性仍然是需要提升的关键。好的，
了解了在恶劣条件和部署速度方面的挑战。但总体来看，这次对 DPL 的深入探讨，你觉得最核心的价值是什么？我们的听众应该带走的最重要的讯息是什么？我认为最核心的 takeaway 是 DPL 提供了一种非常有效而且经过验证的策略，来应对语义分隔领域那个长期存在的标注瓶颈问题。透过巧妙的整合来自互补基础模型 ，Clip 提供是什么的语义知识 ，Sam 提供在哪里的边界知识 ，DPL 证明了在不需要昂贵像素级标注的情况下，也能实现惊人的接近全监督水平的分割准确度。对，这为未来更经济、更高效地开发和扩展高级感知系统指出了一条非常有前进的道路。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这次的探讨也揭示了一个解决复杂 AI 问题的重要原则，不是吗？的确如此。从 DPL 的成功经验中，我们可以学到，要达到更高水平的系统可靠性和性能，尤其是要像自动驾驶这样的安全关键应用中，往往需要的不仅仅是单一一个模型超强的，更需要的是一个协同框架。对，一个能够智能的结合、融合多种不同形式鲜艳知识的协同框架。DPL 成功地结合了语义知识和空间边界知识。这就引出了我们最后想留给你思考的一个问题哦。DPL 结合了语义和边界这对鲜艳，那么是否还有其他成对的鲜艳知识组合，可以在解决其他同样复杂的 AI 任务时，释放出类似的潜力呢？比如说，想象一下你在处理实时的影片分析任务，像是无人机的监控画面。有没有可能结合一个能够理解和预测物体运动轨迹的时间鲜艳，然后再搭配上一个能够判断自身预测置信度的不确定性鲜艳？这个组合很有意思诶，时间鲜艳 plus 不确定性鲜艳，这样的组合可能带来什么样的能力提升？也许是更可靠地追踪被短暂遮挡的物体，或者是更稳健地识别复杂的人体动作。这正是我们想引导你思考的方向。DPL 的研究或许提供了一个思考的范本，我们如何能够识别出不同类型任务所需要的关键鲜艳知识，不管是语义、空间、时间、物理约束，还是不确定性等等，然后设计出有效的机制，将这些不同的知识流融合起来，从而构建出更强大、更可靠、更能应对现实世界复杂性的 AI 系统。关键就在于找到那些能够互补的知识流，并找到巧妙的方法将它们编织在一起。这个问题值得你深入思考。感谢你和我们一起完成这次的探讨。